你好，达利。今天美国公布了这个6月份的 CPI 的数据啊，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啊。竟然高达是9.1%，创造了41年来的这个历史的新高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股市和币市并没有随着这个数据的公布出现暴跌，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呢，就是原油价格出现了暴跌啊。其实以原油为代表的所有的这种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呢，都在下跌啊，包括这个棉花呀、PVC 啊、铜啊。各种各样的金属啊，甚至是房地产。那么上一次类似的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出现暴跌是在2008年。我们节目呢在上一期很详细的讲述了这个美元暴涨啊跟大宗商品暴跌的一些辩证的关系，没看过呢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最近这个国内银行频频的暴雷，河南村镇银行的这个储户的存款不给提现，甚至还出现了打人的恶劣的这个事件。法币银行出现倒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资产？那么你工作挣得的法币究竟怎么样才能保值？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视频要讲的内容。那么简单归纳一下，第一呢，就是有关恶性通胀、经济下行的话题啊，我们聊过好多次了。今天主要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啊近期的这种表现，来重点研究一下筑底的情况。第二呢，就是法币的一些弊端，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或者是资产？在正式开始之前啊，我还是要广而告知一下，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这个电报的会员群啊，唯一的一个缓冲群的链接呢，就在这个视频的下方找群主或者是管理员助手来咨询进群的事情。那么我将在接下来的半年的时间里，带这个币圈小白啊，从最基本的知识手把手带大家认识整个币圈啊。不是小白的朋友呢，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争取每个月带大家读完一本区块链的专业书籍。好，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在美国西部时间今天早上6点钟左右的时候，美国更新了6月份的 CPI 的数据，大家都知道了啊，是41年来的最高值 9.1%。那么接下来的10分钟之内，比特币跌幅高达 5% 啊，竟然有1000多点的跌幅。但是呢，在整个美股交易的这个白天的时间里啊，比特币慢慢回升起来了，美股呢也是低开高走，慢慢回升。很多分析师说啊，这是因为进入7月份以来，有以原油为这个主的这种大宗商品的暴跌啊，加上之前的加息的效应啊，所以说整个 CPI 的数据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了。那么实际情况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下跌。那么美股和比特币可以作为经济的一个先行者啊，我们只能参考这是不是已经开始筑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一期的链上周报。那么这一期的周报显示啊，游资离场，交易所的余额正在以历史级别的高水平流失，而虾米和巨鲸的余额正在大量的增加。那么这里所指的都是比特币啊。那么链上活跃的地址减少，我们看这个图片啊，2018年1月到3月的那个熊市周期里啊，下降了700万个地址啊，这是熊市的开始，相当于总量的 24.4%。那么这仍然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降幅啊。再看这个右边，2021年4月到5月，在矿工大迁徙中出现了100万个非零地址的崩溃，总量减少了 2.8%， 与2018年相比，反应呢是相当的温和。那么对应到现在啊，2022年5月43万个地址消失，总量减少了 1%。尽管这个币价的跌幅巨大，但明显没有去年的4、5月份那么严重，是不是说目前还没有跌到底呢？我们接着来看啊，接下来的图片呢显示交易所主导的地位的相关性。那么交易所交易主导地位几乎在2017年和2021年2次牛市高峰后立即达到了顶点，占据了彼时所有活动的80%和94%。这标志着市场的游资的最后的喘息和涌入。因为新的参与者在币价顶部买入就是在价格暴跌之前，然后呢，随后他们被震荡出局了。那么自2021年5月的高点以来，交易所交易主导地位经历了漫长的这个戒除的过程啊，似乎正稳定在 50% 左右。那么这个指标支持了我们之前的观察，即市场正在接近一个以囤币党主导的形态。我们再结合目前交易所的余额达到了2018年以来的这个新低，如果是囤币者主导的市场，就是接近铁底了。但是呢，也不排除会再来一次暴跌大屠杀，所以呢，还没有到 all in 的这个梭哈的时刻，永远都要记住，熊市不言底，不要去猜底。
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啊，河南村镇银行的暴雷，相信大家在推特上面，在YouTube 上面都看到了，有持续了一段时间了。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啊，说是因为一个姓吕的人卷走了400亿的存款，跑到了美国。那么之后陆陆续续又出现了一些采访的文章。那么我看完之后啊，只能是说唏嘘不已啊，很多人将毕生的血汗钱存进了这些银行啊，最开始呢只是为了高于市场价格的一些利息，最后变得血本无归。其实这些村镇银行在最开始设置高利息的时候啊，已经做好跑路的准备了。那么高利息啊，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吸引大家去存款的一个手段。那么这一次的银行暴雷的事件呢，跟之前的 P2P 还不太一样，毕竟银行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当然了，这些人都没有听过1929年大衰退，和2008年啊，美国次贷危机时候银行大批量倒闭的这种情景啊。那么当年连花旗银行都面临倒闭，银行内部没有现金，排队取钱的人只能望洋兴叹。那么不管时间过去多久，历史呢总是很惊人的相似。那么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锤总是锤向普通人。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事件呢，我们不妨站得更高一点去分析。那么毕竟在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分析到具体的问题就是法币究竟可不可靠呢？有政府背书的银行为什么也会面临倒闭呢？我们前面提到了恶性通胀啊，那么这一切的根源呢，就是疫情期间美联储的大放水。那么当掌握货币的机构可以不费力气就能够增加财富的时候，那么这个财富就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了。那么我们对比比特币啊，比特币是总量恒定不变，价格上涨的时候啊，它挖矿的难度呢就会增加，而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难。最关键的是啊，代码即法律在2008年中本聪写好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人可以随意去更改了。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当你通过银行给客户转账的时候啊，银行打给对方账户的钱，它并不是你存进去的那一笔啊，我是说那一笔钱啊，甚至是银行可以数据一改，这笔钱就出来了。所以说，央行放水呢是一部分，最大的另一部分呢是地方银行的这种随意性啊，让放水呢变得更加的大。那么我们再对比比特币啊，当你转账比特币的时候，就是实实在在的将你钱包里面的币啊，通过链上转到了对方的钱包里，虽然是以数字的形式，但是真实存在的币啊。不知道大家这一段能不能完全理解啊？那么如果说不能理解的话，可以留言，我再专门再开一期视频来来详细的跟大家来解读这一部分内容。那么不管国家和媒体怎么讲，有政府背书的法币终究是可以人为操纵的，甚至是说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山东滨州有一个农商银行的行长擅自挪用了3.5亿。那么这3.5亿呢，后来全部被骗子给骗走了。所以说这个银行到底安不安全？为什么一个普通的行长就可以随便挪用3.5个亿，而不被监管的机构所发觉呢？那么跟比特币一对比，你就能明白啊，到底哪个更加的安全。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如果您觉得啊对您有所帮助啊，欢迎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期待牛市的到来。Peace。